您是否曾经以为天然的水果绝对健康无害？然而事实却令人震惊，某些水果正是血糖失控的隐藏元凶。一项覆盖6000名糖尿病患者的权威调查揭示，超过70%病友曾因错误的水果观念导致血糖管理功亏一篑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某些我们日常钟爱的水果，其升糖速度甚至比一碗白米饭还要凶猛，危险程度令人咋舌。今天我们将正式揭开这份令人意想不到的高升糖水果黑名单，带您认清身边潜伏已久的甜蜜健康陷阱。在公布名单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关键科学概念，正是这个概念决定了水果对血糖的真实杀伤力。第一个核心指标叫做含糖密度，水果中的果糖、葡萄糖与蔗糖进入血液的速度和方式各不相同，差异极大。有一位58岁的王女士，每天清晨习惯吃2个苹果，她认为这样既健康又营养，却不知暗藏巨大风险。2个中等大小的苹果，含糖量接近40克，相当于10块方糖，一次性冲入血液，对血糖的冲击远超想象。第二个关键指标是升糖指数，简称 GI 值。它衡量的是食物被摄入后血糖上升的速度与幅度的综合能力。GI 值低的食物，血糖上升如温水慢煮，缓慢而温和；GI 值高的食物，血糖则如火箭发射，瞬间突破警戒线。权威医学期刊数据显示，GI 值超过70的水果，可在短短15分钟内将血糖推入危险区间，不容忽视。当高含糖量与高 GI 值2大指标叠加，就如同给血管埋下定时炸弹，胰岛细胞将长期超负荷运转，直至衰竭。这种剧烈的血糖过山车效应，对心血管、肾脏、眼底等重要器官都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器质性损伤。许多患者认真配合治疗，按时服药，却因不了解这2个指标，让长达数月的血糖管理努力付诸东流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份令人震惊的高升糖水果黑名单，从第11名开始逐一揭晓，每一种都暗藏危机。第11名，西瓜。这个炎炎夏日里最受欢迎的消暑神器，其升糖指数高达72，是公认的高危水果。西瓜每100克含糖量约为6.2克，看似不高，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只吃区100克西瓜就轻易放下。一位老先生夏天每天下午吃掉半个西瓜，约1500克，意味着将近93克糖分一次性涌入血液循环，这相当于20多块方糖的威力。他的空腹血糖在吃完西瓜后的45分钟内，从正常值飙升至危险区间。对于实在难以抵挡西瓜诱惑的朋友，建议每次严格控制在100克以内，大约就是2-3口的极小分量。第10名，菠萝。菠萝酸甜的口感令人误以为含糖量不高，但其升糖指数达66，含糖量亦不容小觑。菠萝真正的隐患在于其所含的菠萝蛋白酶，这种成分具有强烈的抗凝血效果，可能与多种药物产生冲突。正在服用阿司匹林、华法林等抗凝药物的朋友，若大量食用菠萝，出血风险将会显著攀升，务必格外谨慎。曾有一位术后恢复的病友，连续3天每天食用半个菠萝，导致手术伤口持续渗血，不得不重新接受处理。第9名，百香果。这个小巧玲珑的热带水果，每100克含糖量高达11.2克，远比外表看起来危险得多。百香果含有极高的钾离子和磷离子，对于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，可能造成血钾失衡等严重的双重负担。一位患糖尿病15年并伴有轻度肾功能下降的老人，因每天大量饮用百香果水，导致血钾值接近危险临界线。第8名，荔枝与龙眼。这2种热带水果堪称水果界的含糖量冠军，
甜度甚至超过了同等重量的碳酸饮料。一颗中等大小的荔枝含糖量可达13至15克，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，其实际糖分密度令营养学家担忧。荔枝含有2种特殊氨基酸化合物，会抑制人体的糖益生功能，空腹大量食用，可能先诱发低血糖后再剧烈反弹。这种血糖的大幅波动对血管系统的冲击是毁灭性的，尤其对糖尿病患者和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性极高。曾有一位产后妈妈每天食用20多颗荔枝，认为补血养颜，结果在产后复查时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前期。第7名，香蕉。香蕉的危险程度完全取决于其成熟度，这一特点使它成为水果界最具迷惑性的升糖食物之一。未完全成熟的青皮香蕉主要成分为抗性淀粉，升糖速度相对缓慢，但一旦表皮出现黑斑，情况则截然不同。完全成熟的香蕉，其淀粉会大量转化为果糖和葡萄糖，一根中等香蕉含糖量可轻松达到14至16克。香蕉还含有酪氨酸，会影响血管收缩功能。若正在服用某类抗抑郁药物，则可能引发血压的急剧波动。建议糖友如需食用香蕉，优先选择成熟度稍低、果皮偏绿的品种，且每次摄入量不应超过半根为宜。现在我们进入更加危险的前6名，这些水果的真实危害将彻底颠覆您对天然食物绝对安全的固有认知。第6名，葡萄。葡萄看似人畜无害，小小一颗颗，很多人在休闲聊天时不知不觉就能消灭掉整整一大串。每100克葡萄含糖量高达16.7克，且糖分以葡萄糖和果糖为主，进入血液后的吸收速度极为迅猛。一串普通大小的葡萄约重300-400克，若一次性吃完，摄入的纯糖量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日上限。一位追剧时习惯吃葡萄的张阿姨，不知不觉消灭了一大盘，结果餐后血糖监测值高达危险区间，险些猝死。喜欢葡萄的朋友，每次摄入量建议严格控制在10颗以内，并优先选择果粒相对较小的品种，以降低糖分摄入。第5名，无花果。它富含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，被许多人视为高雅健康的水果，但其高糖特性不可忽视。新鲜无花果每100克含糖量达16.2克，升糖指数为61，已进入中高危险区间，糖友需格外留意。无花果干制品的危险性更高，水分蒸发后，糖分浓度提升3至4倍，随手几颗果干已相当于大量白糖摄入。新鲜无花果还含有无花果蛋白酶，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口腔或喉咙刺痛感，这是轻微过敏的警示信号。第4名，荔枝。古语有云，一颗荔枝3把火。现代医学的研究则揭示了荔枝对血糖更为深远的双重打击。每杯去核荔枝肉的糖分含量高达近30克，其含有的特殊氨基酸会暂时削弱身体自我调节血糖的基本能力。空腹大量食用荔枝，可能先诱发头晕、出冷汗、心慌等危险低血糖反应，随后血糖又以惊人速度猛烈回升。这种血糖的极端波动对心血管系统的长期损害，不亚于持续高血糖。医学界将其列为高风险饮食行为。曾有患者酒后空腹吃了1斤多荔枝，半夜突然昏迷，送医时血糖仅约2毫摩尔每升，一度命悬一线。第3名，菠萝蜜。这种浓香扑鼻的热带大果，其升糖指数高达75，已接近白面包等精致碳水的危险水平。一杯切好的菠萝蜜，糖分高达30多克，相当于8块方糖的威力，远远超出糖尿病患者的安全食用范围。菠萝蜜还含有极高水平的钾元素，对于糖尿病合并肾病或心功能不全的患者，
可能引发严重的代谢负担。过量钾摄入可能导致心律失常、肌肉无力乃至抽搐等危重症状。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的患者应严格回避。第二名，芒果，这是夏季最受喜爱的水果之一，浓郁香气令人难以抵挡，但它的升糖杀伤力绝不容小觑。一个中等大小的芒果，含糖量可轻松达到46至50克，这一数字相当于喝下一整罐可乐还要多出1/3。芒果遵循越熟越危险的规律，那些香气扑鼻、软糯香甜的完全成熟芒果，对血糖的冲击是最为猛烈的。一位退休教师每天夏天食用一个大芒果，坚持2个月后，糖化血红蛋白从正常值飙升至糖尿病确诊标准。芒果摄入后30分钟内即可出现明显血糖峰值，如实在难以割舍。每次建议控制在50克左右的小分量。第一名，甘蔗。甘蔗是当之无愧的糖分霸主，无论是直接咀嚼还是榨汁饮用，对血糖的危害都极为惊人。一杯约240毫升的鲜榨甘蔗汁，含糖量高达50克，相当于12茶匙白糖，堪称液体糖蛋的极致代表。甘蔗中的糖分主要由蔗糖与果糖构成。大量果糖的摄入已被医学研究证实，会直接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功能。权威研究表明，每日摄入超过30克果糖的人群，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上升约58%，危险系数极高。而一杯甘蔗汁中的果糖含量早已远远超过这一安全界限，每天饮用无异于对胰岛功能进行持续性摧残。曾有一位建筑工人每天饮用500-600毫升甘蔗汁补充体力，持续半年后体检发现血糖值已达极度危险水平，空腹血糖高达近14毫摩尔每升，餐后血糖更是超过21，随时面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生命威胁。对于任何需要管理血糖的朋友，无论甘蔗还是甘蔗汁，都应该被彻底从饮食清单中移除，不存在安全剂量。听完以上11种水果的深度解析，也许有人开始感到恐慌，觉得水果从此成了禁区，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请先放下这份焦虑，揭露这份黑名单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水果认知，而不是制造恐惧情绪。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，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禁止的水果，真正重要的是品种的选择与摄入分量的智慧把控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5个经过临床验证的科学食用方法，让您既能享受水果美味，又能稳住血糖曲线。第一个方法，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水果，建议糖友优先选择升糖指数低于55。含糖量在10%以下的品种。番石榴的升糖指数仅有31，每100克含糖量约8.9克，被营养学界公认为糖友最理想的水果选择之一。蓝莓升糖指数仅25，且富含花青素，对血管健康极为有益，是目前公认的低糖高营养价值浆果代表。苹果升糖指数约为36，膳食纤维丰富，有助于缓解糖分吸收速度，也是日常可适量食用的优质选择。综合临床观察推荐，糖友可优先选择番石榴、蓝莓、苹果、梨、柚子、草莓、猕猴桃等低升糖水果品种。第二个方法，严格控制每次食用分量。最简单的参考标准是拳头原则，即每次食用量不超过自己1个拳头。小颗粒水果如蓝莓、葡萄，每次控制在15至20颗；中等水果如苹果、梨，每次食用1/4至1/3个；大块水果如西瓜、哈密瓜，每次摄入量不得超过100克，且建议以少量多次取代一次性大量食用的方式。第三个方法，选对进食时间。最佳食用时机是2餐之间，如上午10点或下午3点半，避免餐后立即吃水果。
两餐之间进食水果，此时胰岛素分泌相对平稳，血糖波动较小，有助于将水果对血糖的冲击降至最低点。餐后立即食用水果，会在已升高的餐后血糖基础上进一步叠加糖分，造成血糖的双重攀升，危害更为显著。有病友严格按照科学时间表安排水果摄入，3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从8.5%降至6.8%，效果显著。第4个方法，改变食用方式，永远选择完整的新鲜水果，而非任何经过加工处理的水果制品或衍生产品。即便是鲜榨果汁，去除纤维后糖分吸收速度大幅加快，对血糖的冲击远比食用完整水果来得猛烈直接。水果干是浓缩的糖分炸弹，几粒葡萄干所含的糖分可能相当于一大串新鲜葡萄的总量，需要严格回避。罐头水果通常额外添加了大量糖浆，其对血糖的实际杀伤力远超同等重量的天然新鲜水果，切勿选用。第5个方法，巧妙搭配其他食物。吃水果时搭配富含蛋白质或健康脂肪的食物，可显著减缓糖分吸收速度。例如，吃苹果时配一小把无盐坚果，吃草莓时搭配一杯无糖酸奶，蛋白质和脂肪能有效减缓血糖上升速度。研究证实，这种科学搭配方式可将水果摄入后的血糖上升速度降低30%至40%，效果非常可观。我们今天揭示这份黑名单，是为了让它成为您日常血糖管理的科学导航图，帮您在美味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。健康从来不是靠绝对禁欲来实现的，而是通过知识武装自己，用科学智慧来指导每一个饮食决策和选择。掌握了这些方法，您就能比大多数人更聪明地与水果和平共处，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牢牢守护自己的血糖健康。很多糖友以为只要不吃米饭馒头，血糖就能稳如磐石。然而，临床观察告诉我们，这种认知存在严重的盲区。有患者每天严格限制主食摄入，却依然深陷血糖失控的困扰。问题的根源往往就藏在水果与隐形食糖之中。血糖管理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单一禁忌，而是需要全面了解食物的升糖属性，建立系统科学的饮食管控体系。掌握含糖密度与升糖指数这2大核心指标，是每一位关注血糖健康的朋友都必须具备的基础营养学知识。了解食物的真实糖分构成，并非为了让生活充满限制，而是为了让您的每一口食物都变得更加安心自在。正确认识水果的升糖规律，能帮助糖友在节假日、聚餐、旅途饮食等各种场景中做出更加明智的食物选择。科学的血糖管理需要患者、家属与医生的3方协作，建立长期稳定的饮食监测习惯，不可依赖单一建议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血糖反应存在个体差异，建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。若条件允许，使用连续血糖监测设备，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不同水果对个人血糖的实际影响，指导精准饮食。记住，血糖的稳定控制是一项长期工程，需要耐心、科学方法以及来自专业医疗团队的持续支持与指导。今天分享的这份水果黑名单与科学食用指南，希望能成为您守护血糖健康、提升生活质量的一份有用参考。请将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同样关心血糖健康的家人与朋友，让更多人从正确认知中受益，远离甜蜜的陷阱。血糖管理的道路上，知识就是最有效的药物，而科学的生活习惯才是维护长久健康的真正根本所在。愿每一位正在为血糖问题而努力的朋友，都能在科学知识的指引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平衡之道。稳定的血糖，健康的生活，从认识这11种高升糖水果开始，
从今天迈出改变饮食习惯的第一步开始。